鱼跃龙门也不过如此。大爷一个超网下去，10几斤重的鱼儿最终成为瓮中捉鳖，任人宰割。这些十分诡异的竹排是当地渔民老大爷的得意之作，无论是制作和布局，都是经过他老人家之手。就这么一个看似制作简单、布局又复杂的捕鱼陷阱，每次潮起潮落都能为老大爷带来满满的收获。当然，养活一家子也不在话下。不过，要制作出这种既简单又复杂的捕鱼陷阱，没有常年累积的捕鱼经验是绝对做不出来的。今年60多岁的老大爷，早就是一名捕鱼高手，用竹子编织成竹墙的捕鱼陷阱，早已炉火纯青，远近闻名。老大爷先用短刀将规定好长度的竹子一一劈开，然后使其长度和大小都几乎一模一样，分成 N 多份竹片，接着修整一番用来绑扎竹片的竹藤。像这种看似简单的竹墙编织艺术，现在也只能是老一辈的渔民才会。老大爷拿着竹片放在2根交叉好的竹藤之中夹紧，右脚则顺其自然地将其踩住。每根竹片绑扎的间隔都十分有序，为了让竹墙更加坚实耐用，老大爷在每根竹片相隔大约25厘米处都要再一次用竹藤绑扎好。看着老大爷娴熟的手法，足以证明他年轻时候是多么的精明能干。老大爷足足花费10多天时间，终于把7捆竹编竹墙完美竣工。其中有3捆竹墙长度特别长，因为它们另有妙用。老大爷带着儿子来到一处红树林，开始设置捕鱼陷阱。首先用一根根4米左右的木棍设置好捕鱼框架，每根木棍都在海面高度用绳子相互绑扎好，因为这些都是老大爷特有伎俩。一旁的儿子也只能打打下手，递递绳子棍子。这2根相距20厘米的木棍，就是整个捕鱼陷阱的猎物入口。老大爷一边布置，一边检查框架的牢固情况。不得不说，老大爷做事还真是一如既往，一丝不苟。捕鱼框架布置完毕之后，还要搭建捕捞过程中所用到的捕鱼平台。基本框架全部设置妥当之后，老大爷他们拿着之前编制好的竹墙，开始沿着木棍框架围了起来。所用到的竹墙就是之前3捆长度特别长的竹墙。之所以要把这3捆竹墙加长，因为怕涨潮的时候，里面的鱼儿会借助高水位来一个鱼跃龙门，一骑绝尘。其实捕鱼陷阱的入口设置也很讲究，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小，而且还要用2根绳子交叉绑好固定。主要陷阱就这样设布完毕。老大爷为了能让捕鱼陷阱万无一失，他还在主要陷阱前面再次设置好一个陷阱，同样也是顺着框架捆扎好竹编竹墙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一个次要捕鱼陷阱入口比主要陷阱入口都要大。等到傍晚潮水退去的时候，老大爷他们再次用剩下的短竹墙，顺着主次陷阱旁边围成漏斗状的围墙。由于潮水已经退去，他们做起来也容易得多。每隔几米都用一根木棍插在淤泥中固定捆扎好。目测竹墙围起来的长度有30-40米长。老大爷父子2人足足花费大半天，终于把捕鱼陷阱布置好。你们不要以为捕鱼陷阱可以随便布置，没有一定的捕鱼阅历，分分钟能让你满怀期待的心情瞬间变成空手而归，失望至极。老大爷这个陷阱布置的精妙之处，在于陷阱口正好面向海水涨潮的方向，因为每一次海水的涨潮都会带来大量鱼儿顺潮而来，它们会冲向红树林里觅食。这时漏斗状的围墙会将鱼儿通通集中进入陷阱口，这招真叫水里的鱼儿有来无回。第2天，老大爷和儿子一大早带上超网架船前往昨天的设捕地点，顺着依然高涨未退的海水，一路在浓密的红树林里左右穿梭。当准备接近设捕地点的时候，一群停留在陷阱上方的海鸟犹如惊弓之鸟一哄而散。看这架势，今天的捕鱼运气应该也不会太差。就连捕捞平台上面也蹲守着几只海鸟保安，不过希望这些保安不要监守自盗就好。老大爷他们来到陷阱，便急不可待地爬上平台查看。陷阱里面的几条大货也毫不吝惜向大爷展现他们美丽的泳姿。从2个陷阱的设计布局可以看出，老大爷的心思非常缜密，一环套一环，让已经进来的猎物插翅难飞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海水也逐渐退却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鱼儿顺着退潮而进入陷阱，它们似乎也感到危险的来临，不停在陷阱里面朝着同一方向躁动不安。1个小时之后，老大爷指着竹墙告诉儿子，此时正是海水退潮，而被困的鱼儿开始在竹墙边上不停挣扎逃生。
到最后，他们会沿着竹墙边缘来到陷阱口，一条条毫无防备地进入陷阱里面。看见陷阱口的竹片不停地震动，就是很好的证明。随着潮水快速消退，陷阱里面的鱼儿越发激动不已，有一些大佬级别的鱼儿更是嗅到了死亡逼近，他们企图用尽毕生精力想逃离这个是非之地，奈何自身能力有限，始终无法逃脱人类设下的死亡囚笼。老大爷看着时机已到，便开始着手准备捕捉，松开固定陷阱口的2根绳子，接着用它来捆扎好入口，预防猎物逃跑，然后拿起早已备好的抄网一抄下去。陷阱里五花八门的鱼儿都不约而同来了一个亲密的肌肤接触。第一次的抄网成果，简直是收获满满，10几斤的重量怕是走不掉了。老大也很聪明，为了盗鱼的时候不用爬上爬下，他直接在抄网的底部绑了一根绳子，等装满鱼儿的抄网伸到船舱的时候，只需要拉紧绳子，抄网中的鱼儿就会顺势倒在船舱之中。有挂在抄网上面的，直接抖上几抖便可以尽数脱落。此时不认命的鱼儿还在船舱里垂死挣扎，老大爷才不管这么多，继续捞起第2把抄网。好家伙，这次抄网的重量应该不比刚才的差多少，甚至有过而不及。接受不了命运安排的鱼儿，仍然在抄网中大发雷霆，不停相互拍打，企图借此逃出升天。很快2次抄网几乎把船舱的2个空白处都填满，陷阱里面的鱼儿逐一被老大爷一网接一网的洗劫一空。无论猎物逃到哪里，都无法逃出大爷恶魔般的魔爪。有些被捕捞上来的鱼还会发出求救信号。这次被捕捞上来的鱼大多数都是鲶鱼和金骨鱼，还有一小部分带毒的豹子鱼和刺鱼。打捞了7、8次抄网之后，今天的捕捞正式完美收工。船舱里满满当当堆积了不少鱼儿，少则几10斤，多则上百斤。这些鱼足够老大爷他们一家人吃上好些日子。虽然老大爷读书不多，但他也懂得什么叫做取之有道。有一些鱼还处在幼儿时期的，也将其逐一放生，不得不为老大爷的正义行为强烈点赞。今天不但收获满满，同时也证明了老大爷的捕鱼技术不减当年。随后父子2人心满意足地划船回家。数天之后，父子2人再次来到射捕地点，果不其然，陷阱的捕猎效果一点都没有变弱，里面依然硕果累累，甚至多了一些其他种类，就连螃蟹也有好几只被困其中。老大爷用木棍插入水中度量了一下，觉得海水退潮的高度还是不够多，目前也只能坐在捕捞平台消磨一下时间。1个小时之后，捕获的时机终于来临，绑好陷阱口便开始收割。一个抄网下去，不认命的鱼儿不停在抄网当中拼命挣扎。看这架势，这次抄网鱼儿的数量和重量并不比上次少。前前后后打捞了10来次，才把陷阱里面的鱼一扫而空。就连未成年的后也捕捞了好几只。后是属于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有活化石之称，所以无论它们有多么的可爱好吃，都要一律放生，让其回归大自然，延续传奇。这才是真正农村渔民的原始赶海。比起我们国内那些为了拍摄视频而赶海的人，老大爷他们才是真正的赶海之人。他通过自身手艺和历代传承，在红树林里设置了一个捕鱼迷魂阵陷阱，为了能养活一大家人，整个青春都奉献给家人们。难道不值得我们为他点赞吗？也许大爷一生是劳累的，但也许也是他快乐的源泉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加关注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